救命！救救我！有没有人来救救我？哎，救救我！有没有人救救我？救命！保安叔叔，快救救我！怎么样？以后还敢玩疯？不敢了。现在换我玩你的手绘。学会了吗？这就是 cosplay 的真谛。你老婆演技不错呀，以后得多学学。喏，后这种旗杆啊，加钱。张医生，我，哎呦，学艺不精，哎，要不你留下来，我们一起，你这不知道知道。哦，哎呀，不可能！我是正经医生，只负责教学，不负责实践。明白，明白。支付宝到账1000元。好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你们继续。我叫张伟，是一名情感咨询专家，专门负责解决夫妻与情侣之间的情感障碍。这些人都是我的客户，虽然公司严令禁止对外接私活，但是既然有治病救人的本领，为何不拿出来造福天下，顺便给自己敛点小财呢？今晚我老公在家，要不要过来？儿子，啊，你最近是不是在妈身上花了不少钱？妈，这家医院的主任跟我是老熟人，没花钱，你就放心待着吧。啊，你这一天除了上班，还要兼职做闪送，妈心疼你呀。妈，你就别担心我了，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一定要听医生的话，好好吃药，好好休息。这是阿姨最新的诊断报告，病情很不乐观。大夫，麻烦你还是尽快给我们安排手术。心脏移植手术费用可不低，后续的康复治疗也是个无底洞，至少需要几百万起步。钱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把最好的药给我们安排上。好。
得想办法尽快凑够手续费。看来我得扩大我的客户圈才行。江总到家了。江总，这是我们上个月新入职的员工资料。这个人，我要他最近的行踪。江总，他一个新来的实习生，有必要调查他吗 Fox， 我的命令也容得你质疑。好，我去立刻去办。你走吧，我晚上还约了人。看来她今晚跟老公有约啊，想不到平日里冷漠的江总也会有寂寞的时候。晚上好。 What you doing to me, babe? I'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. 你迟到了， Got me twisted like that. 怎么样？你教给我的东西，我都学会了。很好，满意。江总，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衣服穿一下？乱看什么啊？神经病，自己衣服没穿好，给你提醒还怪我。过来给我捏捏肩。这个女人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是医生，不是男模，是难吃钱难挣，这话一点都没错。最近没有背着我接触别的病人吧？江小姐，我对您一直都是1对1的。要是让我发现你接触了别的病人，我就把你私下在外面偷偷接私活的事告诉公司，到时候我看谁还敢留你。这个妇女，自己定的规矩，不是照样遵守吗？江总，我们也已经有几个疗程了，您丈夫现在对您应该挺满意的吧？跟我来卧室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原来是他的问题啊！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？这只是医生的推测，他向来自尊心就强，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问题。男人呗，死爱面子活受罪。我老公去应酬了，他喝完酒回来，你帮我检查检查。啊？他喝完酒，你让我帮他检查？就算是正常男人也不行啊！要是那么容易，我还找你干嘛？钱我会给你照付的。也好，我跟他的关系过于复杂，趁早摆脱对我也是好事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老公这样的，我们要因材施教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多用一些语言，多给他一些刺激。首先，多使用描述句。我们以这个相框，你可以说这个照片摸起来手感真棒！这个相框看起来好。天哪！第二，多使用反问句，就这，你行不行？吃没吃饭？第三，使用命令祈使句，回答我说你喜欢我，闭嘴。来，把这个照片当做你的老公，我们来练习一下。闭嘴！闭嘴！气势不够，再果断一点。闭嘴！闭嘴！再多加一些秒式的情绪在里面。闭嘴！闭嘴！闭嘴！书呆！我回来了，你可以。
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老公回来了，你快躲起来！我为什么要躲起来？被他发现就完了，你别管了，你快躲起来！那我躲哪儿？啊！老婆，你干嘛呢？喊你半天也不答应。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？我身体不太舒服，上床早。奇怪，刚刚怎么听见有男人说话的声音？没有吧？你听错了，应该是电视的声音。老婆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可是吃了一个大……闭嘴，快睡觉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那怎么感觉你今天腿痒的？这现在快醒了。我朋友动静啊？动静没有啊？不对啊，老婆，我怎么看到好多只脚？床上还有别人啊？别人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快睡吧，嗯，你喝多了。我脱了，有吗？老婆，咱们两个人有几只脚？两个人，当然是4只脚。4只脚？我怎么看到6只脚？不行，我得数一。1、2、3、4，没错没错。快睡吧。还是不对劲儿啊！我怎么还是看到6只脚？你喝多了，眼花。不行，我得再数一数。你还要数？这次我下注，数得清楚。1、2、3、4，2个人，4。老婆，没错没错。本来就没错嘛，快来睡觉。睡觉，睡觉不觉。哎呀，快点，什么呀？快点！对。老天爷，身为牛马，实在可悲，手头水错过，我再也不干这份工作了。啊！竟然真的有用！使用命令起始句回答我，说你喜欢我，闭嘴！看来你确实有点本事。我是中医世家，这点小毛病算什么？
不过到底还是成不了今天的梦。这小子我就先走了。最近我们别联系了。听到我说别联系，又舍不得了，终究还是被我拿捏了。你嘴巴上有脏东西，我就先走了。给我滚！好嘞。这女人真没礼貌，不过跟她的关系终于结束了，少了颗摇钱树，我可得尽快找下家。您有一笔新的订单，请立即配送。哟，抢到单了，居然有500的配送费，运气真好。出发。想不到他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是不是我刚刚对他太凶了？过几天肯定又会死皮赖脸的来讨好我。江总，听说温氏集团董事长要花重金公开聘请各大医师治疗千金大小姐，我们要不要也去现场看看？最近我们和温氏确实有合作，要是能帮到大小姐，必定对我们的合作有帮助。备车吧，我亲自去现场看看。还有一件事，赵伟的个人行程我查过了，他最近频繁出入医院的心脏科室，恐怕时间不长了。我知道了，原来你的冷漠只是怕我发现你的病情。张伟，你可真傻。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病症啊？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能查到病因。偌大的江城里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治好我女儿的病？温总，并非我们无能，而大小姐碰不能碰，摸不能摸，我们根本就无从判查病因呀。废话，要是有那么容易，我会花重金公开聘请你们，让我们二人试试。他们怎么来了？这两位，一个是江城人民医院的院长，而另一位是医药世家人称悬壶圣手的李药师。这么厉害的大人物，肯定能治好大小姐。两位名医，有请，有请。温总，我听说只要能看好千金的病，您就奖励1000万，此话可当真？当真。但是我女儿的病情有些怪，旁人无法接近她，一旦有接触，就会全身发抖。她现在十分排斥别人靠近她。无妨，我看了那么多年的病，早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，不用接触也能看出病症之所在。王院长，请。温家大小姐虽然从未向世人露过面，但是传闻面纱下有着一副盛世美颜。今天我若是治好她的病，不光有1000万的酬劳，还有可能保得美人归。王天儿，你的第二春来了，可得把握住机会。你别过来！行不行啊？都盯着人家温小姐10几分钟了。我看大小姐面色红润，气息平稳，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光让我这么看，
的确是敲中了所以然啊！让我来吧，亏你还是个什么院长，我也不需要接触，就可以知道大小姐得了什么病。温总，这是我家世代祖传的投石问诊仪，只要温小姐摸一摸这块玉石，我就能通过玉石的色泽、密度、纹理判断出症状。快，拿给如玉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奇怪？怎么样，查出病因了吗？看他这样子，就知道一无所知，装什么呢？看来这世上又要多一桩疑难杂症了。哎，连这2位大师对小姐的病都束手无策，更别说我们了。大小姐的命可真苦啊！定位就在这儿，肯定在这人群里。算了，我本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。爸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如玉，哎，让一让，谁点的快送？我快超时。温总，不好意思，混账！你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碰我的女儿！哎，我是无意的啊，我是看她摔倒了，我所以才顺手拉她一把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小姐的病发作了。是吗？这么夸张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你懂什么？小姐有疾病，只要和别人一接触，浑身就会颤抖。这可怎么办？快急死我了！来人，将祸害大小姐的凶手给我抓起来！她的病我能治。你可以治，我们2个一拳打拿都找不出他的病因来。这冲冲卖卖的有什么好办法？温总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在拖延时间，你们快上，别让他趁机跑了。你们还想不想救你们大小姐？嗯，你是他的父亲是吧？在座的这么多人都对他束手无策，为什么我不可以试一试？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们。全身都包裹在衣服下，密不透风，一有肢体接触，全身就会敏感难受。是不是平时连吹风都是？这么多年，他一直把自己包裹在黑袍之下。各位，他得的是一种皮肤饥渴症。皮肤饥渴症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病症？其实就是一种心理疾病，幼年情感缺失，导致大小姐渴望与他人接触。长年以来，她的皮肤一直处于饥渴状态，她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，所以才引发出这么多症状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女儿渴望与他人有肌肤之亲，没有得到满足，才成了这个样子？没错。荒谬！你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肆意欺凌我的女儿！温总，我就说了，他是个骗子，现在更是口出狂言，胆大包天。是不是骗人？一试，想怎么做？解开大小姐的束缚，让我跟她单独单身。江总，不好了，这个张伟居然出现在温氏的沙龙会上，要给温大小姐看病。什么？他不过就是个公司的实习生，居然敢违背公司的规章制度，私下给人咨询，更别说这么重要的客户了。
万一要是让他搞砸了，我们的合作可就……张伟，你居然敢背着我做这种事！你居然拉黑我！你说什么？立刻赶到现场，我要亲手撕了他！好。万万不可啊，温总，这家伙就是个臭流氓，居然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亵渎大小姐，让她跟这种色胆包天的人同处一室，脸红啊！这些老糊涂，我邀请你们了吗？我是说，我跟大小姐单独待几分就可以了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和我女儿单独待在一起的。要治病，也得是在我的监督之下。好吧，不过病人的隐私还是要尊重一下。还差一点。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挂着。温小姐，多有得罪。你要干嘛？皮肤是需要呼吸的，你一直包裹着自己，怎么治病了？我是在帮你脱敏。听我的，把你的双手放下去，然后跟我一块儿深呼吸。怎么样？好点儿？我刚刚就注意到，虽然你被全身包裹着，但是我能透过你的眼睛，我能想象出，底下必定藏着绝世美颜。嘴倒是挺甜的。其实治好你的病很简单，但是需要你完全相信我。你愿意信任我？可真是个绝世美人，温柔而知心。把手给我，放心，都交给我。你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是因为你的皮肤长期缺少滋润有关系。但是有时候，我们并不需要为爱，也可以让自己很开心。你在干嘛？好了，大功告成。你太过分了！别害羞嘛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你首先要打好自己的武器。要不要自己去试一试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一个小东西要送给你，对你绝对有帮助。这个难道是？你怎么能送我这种东西啊？你怎么能送我这种东西啊？这个痒痒挠专治你这种病，绝对有效。我给讨厌死了！这两人到底在干什么呢？有伤风阻，有伤风阻啊！我的女儿，总啊，大小姐可是冰清玉洁的人啊，千万不敢被这登徒子给糟蹋了呀！可以再往下一点。走下一点。对对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快停一下！别过来啊，还没好呢。爸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以后啊，你就拿这个东西不停地刺激自己，等到完全脱敏的那一天，你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。我知道你有不治之症，现在很需要钱，但是
你宁愿去找别的女人，也不愿意跟我开口。这个张伟要是惹怒了温总，可怎么办啊？张伟，我一定要把你大卸八块！站住！这里可是温氏集团，闲杂人等不许入内。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这位可是……给我滚开！没事吧，兄弟？这位可是江总。张伟，给我滚出来！狗日的有钱人，凭不用管管那些乱散的嘛乱扔。张伟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张伟呢？张伟在哪？我就是张伟，咋了嘛？你是张伟？俺妈起的名咋了？阿姨，我要找的张伟是个高高瘦瘦的成年男人，虽然他看上去有点不靠谱，但是仔细看还挺帅的。我进。那会场里的人去哪儿了？走光了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你看这都扔的这啥东西？江总，他们应该还没有走远，我们要不要去追？都是瓜皮。今天要不是有你在，我的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治好。小事一桩，不足挂齿。温总，听说治好你女儿的病，您会重金赏赐啊？对，温氏集团向来言出必行。支付宝到账，打过去了。元。不愧是温氏集团，财大气粗，这下妈的手术费绝对够了。小伙子，我劝你早日迷途知返，不要整天研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先上车，你赶紧过来。你别太在意，我爸他年纪大了，有些事情不能理解。我才不会在意。温小姐，我送你的小玩具，你可得好好使用。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随时扣我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还可以再见到你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还可以再见面？当然，虽然你是我最后一个客户，但是对你的服务和售后还是会认真对待。手术费已经足够了，以后就不用再干这一行了。客户啊，没什么，要不留一个联系方式。那我们改日再约。温小姐，一路顺风。这个臭实习的，我和江总找了你半天，公司有规定不允许私自对外与客户接触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刘秘书，你先下去，我有话单独和他说。江总，我得问清楚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江总，您都知道了。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你还剩多长时间？多长时间？他是问他的疗程还有多久吗？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？差不多完了吧。完了，他的病已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吗？都这样了，你还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，甚至你还拉黑了我。江总，你对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工作都结束了，我还就不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了？你就不怕我开除你？我这个人呢，最不喜欢别人威胁，要开除也是我开除你。今天我会正式向你提出辞职，以后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。后会无期。江总，不好了，顾先生刚刚打来电话，说他的病已经好了，愿意和您在一起了，他也已经找到了新欢，刚刚跟您提出了离婚申请。顾元顺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张伟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谢医生，手术结果怎么样了？放心，阿姨的手术十分成功，后续只需要好好休息就好。太谢谢你了，我只是尽我的职责而已。还是你有本事，想不到短短几天就凑齐了手术费，你以后啊一定会大有作为的。现在工作也没了，好在做完手术还剩个几百万，拿这些钱干点什么好呢？对了，找温小姐问问，看她有没有什么好的生意渠道。张伟，张伟在哪？你们这有个病人叫张伟吗？你看到张伟了吗？张伟，你这里有个病人叫张伟吗？没看见。
这是什么情况？吓死人了！我去，你可真的是阴魂不散，怎么都找这儿来？张伟，我看到你了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完了，被发现了。哎，你预约了吗？就往里面闯。护士小姐，我着急，我。哎呀，裤子脱了，里面躺着，医生马上就来了啊。张伟在，这是男客女士侮辱，快出去！不好意思啊。脱裤子？他刚刚为什么叫我脱裤子？刚刚都让你自己脱了，还非得要我出手。你干什么呢？脱裤子呢？光天化日耍流氓呀！就算你长得好看，我也是有底线的好吗？我耍什么流氓啊？你不脱裤子，怎么给你做手术啊？做手术？做什么术？这里，难道是不好？吴医生，这个病人不听话。麻油劲儿还没过。又不是第一次见这种人，上家伙。这就是你们做手术的风格吗？只有对你这种不听话的才是。小姐姐，我不听，我根本就没有预约这个手术啊！反正都是迟早的事儿，来都来了，全当是给我跟胡医生冲个业绩啦。我怕疼，下次好吧，下次我带我朋友一块来啊。择日不如撞日，男人嘛，迟早都要走这一遭的，早点做了，对你和你的女朋友都有好处啊。就没有女朋友，很快就会有的。这家医院可真的是藏龙卧虎，医生护士一个比一个漂亮。胡医生，你看他这种状态，可没法手术啊。再给他上点酒精。小样儿，你就这点酒量，还想站起来？科学万岁！今天这一遭，我怕是躲不过了，兄弟。医生，我多谈了一句，咱们是手工啊，还是气功？我们胡医生呢，向来是纯手工工艺，古法传承，每个经过他手的病人都能获得一生仅此一次的完美体验。都说医生是白衣天使，但我看你们两个简直就是心比蛇蝎，面似恶狼。好痛！哎，别乱动啊，小心我当场把话题给你过了。你就别担心了，我们胡医生外号可是胡一刀，下手稳准很快，几分钟就好。你要是实在害怕，就想想悲伤的事情吧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人生中最悲伤的事。张伟哥哥，我帮你约到我的好闺蜜了，她有办法帮你。3日后我安排你们见面。谢谢你啊，魏小姐。声音好奇怪啊，你没事吧？我们3天后下刀。姐。温小姐朋友开的健身房可真够豪华的。真的是活力满满。哎，兄弟，帮个忙！
哎呀，没事吧？多亏你啊，兄弟，不然我今天就得瘫在这儿。小事一桩。兄弟，帮我把哑铃归一下位呗。啊，往那边就行。张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啊。张伟，居然是你！你们认识？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没有放下我，居然追我都追到这儿了。你哪位？怎么，看到你的前女友跟别的男人亲热，你都不敢相认了？这么多年过去，还是如此的窝囊。原来你就是倩倩的废物前男友啊！怎么，你也在这当教练？就你这小身板，谁会请你当教练呀？其实我只是过来找朋友的啊。在这儿健身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会有你能认识的人？这么多年过去了呀，本事没见着，就光会学会吹牛了是吧？你信不信强哥单手就能拎起你这个小弱鸡呀？虚有其表罢了。小子，你还不服气？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？好，比就比。就凭你小子还想跟我比？你不配！你再别自不量力了，强哥可是这家俱乐部的顶级教练，是家兄110公斤的存在啊！你不要自讨没趣了好吗？说这么多废话，我看你们是不敢比啊。行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说吧，比什么？就比俯卧撑。这小子居然敢跟刘强教练比，真是不识好歹。就是一会儿输了，看他怎么哭。强哥，来，别跟这个废物手下留情啊！规则很简单，2个人同时开始计数，谁做的多，谁就获胜。3、2、1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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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总，小兄弟，加油！加油，小兄弟！加油，小兄弟！是这，快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562、563、564、761、762、763、764。这不可能！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赢得了我？肯定是他姿势不标准。不标准？那你看这个标不标准？喂，快看，他居然单手能做俯卧撑！不对，不是单手，是单指。我的天哪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指禅吗？居然有这么强大的执行力，我要练到什么时候才能跟他一样啊？小时候爷爷总跟我唠叨中医的养生和穴位按摩，没想到还真的挺管用的。看来你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过。小子，我看你是要找死！都给我住手！文小姐，都聚在一起干什么呢？温小姐，店长，这有一个不知道谁招来的野小子在咱们健身房里撒野。你说的是他？啊，
你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雅轩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治好我病的张伟。你就是阿玉的朋友？一表人才，难怪呀！阿玉这2天天天跟我念叨你。什么？这个废物居然认识我们店长？你说闹事的人就是他？不可能，张伟这种人怎么可能认识你和你的朋友？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对呀，店长，你会不会搞错了呀？我搞错？你是在质疑我，还是在质疑我最好的闺蜜？对不起，店长，是我的错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求您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苏店长，你们这健身房也属于是高端会所，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居然有人大白天做一些苟且下流的事情，恐怕不妥吧？我听说刘强教练就爱跟会员乱搞男女关系。是啊，好多会员跟他续课，并不是因为他教的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他晚上经常开小灶。知道你为什么输给我了吧？外强中干，虚有其表，要懂得节制。店长，是我的错，我求求您放过我一次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给我滚！我们店里不需要你这种败类。对于我来说，的确是一件值得挑战的事情。不过我还挺感兴趣。谢了，孙小姐，我会去尝试。我觉得你肯定没问题，毕竟你那么讨女生喜欢。说起这个，张老师，我那个3年结婚的老公，最近对我实在是太冷淡了。我男朋友也是，相处的越久，越没有一开始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了。现在每次都是草草了事，跟完成老师布置任务似的。张医生，我听阿玉说你这方面的知识很了解，那能不能给我们也科普一下？其实呢，大多数男人他们也是不懂，他们不明白女生也是需要慢慢的，不像男生一样就这么一下。爱是相互的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。今天我就给你们科普一下，以后回去可以教教你的老公，你男朋友。你看什么看？像你这种人哪有男朋友？我也想学习一下。无论是身份的高低贵贱，还是外貌的五花八门，人都是有需求的嘛。其实你们身体啊，最应该关心的是这几户：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有这里最重要7。居然有这么多！我男朋友就知道4和7，总比我好。我那个老公啊，他只会7个2、3下就结束。看来今天这个课的确有必要上。大多数人呢，只会关心2、3，然后直接到7，太快了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上下结合。我们先可以从2、1、3，然后再到4可以久一点啊。之后就是2、3、4、5、6，2、4、6可以一起，2、4，再到5，然后直接到7、4、7、5、7、6、7、7、7、7、7。江总，温总他们已经到了。早就听说江总是业界的精英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们公司的策划方案完全符合我们公司的设计理念。主要是温总有独到的见解，居然能想到在服装设计中融入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元素，这与我们公司简直是不谋而合。我也是最近被上了一课，
年轻的时候过于关注事业，忽略了对如玉的陪伴。现在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好好的弥补一下她。说到这件事儿，我还想跟温总和大小姐道个歉。几个月前，我们公司的一名员工违反公司的制度，私自给大小姐咨询，他现在已经离职了。张伟哥哥是你们公司的？张伟哥哥，你们很熟吗？我女儿自从被他治好了病，就被这个臭小子迷得神魂颠倒，整日不务正业。今天我特意把他带过来，就是希望他以后跟着你好好学学。若玉，江总可是你的长辈，有什么问题可要跟着他好好的学习啊。江阿姨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温小姐，最近没见过张伟吧？他得了心脏病，已经时日无多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江总，我们言归正传，再聊回到生意。我听说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款风靡的内衣品牌，很受女性喜欢啊。我也略有耳闻，听说是一个很年轻的企业家，找机会我也想跟他见一面。近日于江城兴起的惊雷女性内衣，深受广大女性的好评，已连续多次霸占销量榜第一。据传闻，公司董事长张总有望评为今年的10大杰出企业家。张总，恭喜啊，我们又拿下一笔大订单。温小姐，怎么想起来今天请我吃饭了？张伟哥哥，快坐。他得了心脏病，已经时日无多了。张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？温小姐，我劝你啊，不要打探男人的秘密，这就像翻手机一样，有眼不笑着走出来。你怎么哭了呀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别哭了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跟温总吵架了？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沉重，你不愿意讲，我能理解。但是你完全可以告诉我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分担。温小姐，我好像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张伟，我们在一起吧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面对。太突然了，你让我冷静一下。不对，是你应该冷静一下呀！你堂堂的温氏大小姐，你别拿我开涮了，行不行？我是认真的，我有很多钱，我可以帮到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江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江阿姨好。服务员，上菜。江阿姨，张伟不是从你公司离职了吗？你们怎么还有联系啊？阿姨，我去，这妹妹可真敢说，以江总的性格，可不得炸了天。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我公司的员工了，但是我和他的关系可不是上下级那么简单，你说对吧，张伟？这种奇怪的气氛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应该在桌子底下？哎，这菜都凉了，要不我们先吃饭吧？啊，我看这个鲍鱼就是不错。原来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鲍鱼啊！别想，这不还挺多的吗？张伟哥哥，尝尝我夹的。张伟，你不是最喜欢吃这道辣子鸡了吗？你多吃点。不，你现在得吃清淡一点的。他就喜欢吃这道菜，你让他吃。不行，他必须得吃清淡的。他没多少时间了，临终之前就吃这道菜，怎么了？就是因为他没有多长时间了，所以他要吃点健康，让他多活2天。等一下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叫我时间不多了？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什么时候快死了？没这么诅咒人的吧？你不是得了心脏病，没几天时间了吗？柳秘书告诉我，前几个月经常看你出入心脏病科室，我还以为……嗨，那是我妈。前段时间我妈做心脏手术，现在手术已经很成功了。还有啊，二位，
我很健康，不劳烦二位操心。那可太好了。既然这样，今天茶还吃，我请客。不行，今天是我约张伟出来吃饭，必须我来买单。温小姐，你贵为温总的掌上明珠，哪那么容易就让你破费？江总日理万机，用钱的地方多的是，还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。那好了，我有一个方法，可以决定谁来买单。什么办法？服务员。你们两个人现在面前放着同一道菜，不能偷看啊！谁先用嘴尝出的是什么菜品，谁就买单。这么简单，我肯定会赢的。赢的人肯定是我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这口感又嫩又滑，吃起来软绵绵的，好熟悉啊！我才不关心你们谁买单呢，两位随尊，后会有期啊。豆腐是豆腐，我猜出来了，是豆腐，我赢了。张伟他人呢？怎么又跑了？又让他跑了，这个诡计多端的男人。温小姐，刚刚你不是说你要买单吗？请。江阿姨，刚刚的比赛是你赢了，该买单的人是你。小妹妹，我没比你大几岁，别一口一个阿姨，一口一个阿姨的叫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张伟，既然你现在没病，那我一定要嫁给你。张总，近期内衣的客单量实在是太大了，物流那边已经送不过来了。我看看，想不到客户需求量这么大呀！你立刻联系上次我们拜访过的物流公司，让他们立刻派人马过来支援我。好，合同的话，后期我们再给他们补上。那合同款项按照之前的3倍付给他们。是。来，这边有一个婚礼集单，你把货给我，我亲自送过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不是之前给温小姐看病的生活费吗？那天我也是过来给别人送，想不到几个月过去了，还是在干干的，真有意思。请问新娘在哪里啊？我过来给她送衣服。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的修身内衣已经送到了，实在抱歉啊，最近客单量太大了，耽误了您的时间，还请谅解。哎，张伟，怎么又是你？你个死变态，不仅跟踪我，还偷我内衣！这是我公司的产品，我是专门过来送货的。哼，健身教练干不下去了，又跑去送闪送，这种工作啊，就适合你这种底层的废物干。那你这个人挺有意思啊，干嘛老是阴阳自己？是谁被店长开除了，丢了工作的？那种工作，老子才不稀罕！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吴经理的助理。吴经理，你知道吗？那可是温氏集团数1数2的大人物，你小子这辈子都高攀不起。王倩啊，我是真的佩服你的眼光，居然到最后跟他结婚了。他这个人不仅趋炎附势也就算了，还乱搞男女关系，就不怕得病？谁说我要跟他结婚了？他是今天的伴郎，我老公可是温氏集团的吴经理。哎，老公，这两人怎么这么眼熟？是他们俩？他是你老公？没错，温氏集团的吴经理，马上就是我的老公了。那他呢？她是我的闺蜜，也是刘强的妹妹，更是我今天的伴娘。我去！伴娘、闺蜜、兄妹，还有上下级，这简直就是 buff 叠满了呀！你们是在拍短剧吗？这么精彩的人物关系！张医生知道我和娇娇的事，可千万不能让王倩知道。倩倩，我们的婚礼快开始了，让无关紧要的人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们的时辰。不行，他今天既然敢来，绝对要让他颜面丢尽。各位快来，这个张伟就是我的废物前男友。这个废物，当初我要不是可怜他，才不会做他的女朋友。
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忘不了我，居然今天过来抢婚，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哎呀，看样子啊，他就是个臭送外卖的，活该当舔狗。就他哪里配得上我女儿？没想到我这个儿媳妇原来还挺受追捧的。这性格呀，和你还挺像，都是不吃亏的那种。算了吧，倩倩，少说两句。说实话，我也挺佩服你的。别人抢婚啊，都是八抬大轿，要么是烟花枪炮，就这些我都不一定看得上。你倒好，什么都没有，还跑来抢婚，你不就等于光屁股在马路上跑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你可真够丢人的！呸！王倩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的日子过得太顺了？那可不是你不敢想象的。好，我今天好好膈应膈应你。有一个秘密，我今天必须告诉你。住嘴！不许瞎说！倩倩，他就是个哗众取宠的小丑，不要听他一面之词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，不要让他影响到我们的婚礼。吴慧安，慌什么呀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给我闭嘴！吴经理的大饼也是你能嫁的。小美女，你也破防了，看来今天演技不行啊，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角色？你在胡说什么呀？什么演技？什么角色？我一句都听不懂。我看呀，他就是见了吴经理这种大人物，惊得脑子都不正常了。没错，像我老公这种，是他那种没钱没势窝囊废能比的吗？哪怕你老公身边围满了小姑娘，你也不介意吗？像他这种多金帅气又有男人味的人夫，身边有几个姑娘不是很正常？你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就这，黑眼圈、盗汗、秃顶啊！王倩，你不会幸福的，你真的是太有眼光了。只要有花不完的钱，其他的老娘都不在乎。就知道你会来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没了你也热闹不起来。走吧，张伟还在里面等我们。张伟，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别自讨没趣了，赶紧滚吧，丢人现眼。像你这种废物，谁会嫁给你？谁说的？我们就会。今天这婚礼，我可算是来对了，这简直美女如云呀！这5个绝世美女啊，真是个顶个的漂亮。1、2、3，仙女下凡了！跟老不正经的，瞎看什么呢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张伟，你今天必须要我在我和温如意之间选一个做老婆。就是，你必须选一个，不然你就不能走。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很需要你帮我治治病。我也是啊，我原来的病又犯了，你快帮我看看。哦，你想干什么？今天是我的婚礼，谁允许你们穿着婚纱在我的婚礼抢风头？抢你风头？你也配？要不是因为张伟，你连登台亮相的资格都没有。配角就要有配角的觉悟。就是，你口中的窝囊废，我们巴不得都嫁给他。况且，他才不是什么窝囊废。最近大名鼎鼎的年轻企业家张总就是他。他居然就是长期霸占女士内衣畅销榜的董事长！我不管你们什么种，都不许你们在我的婚礼上胡闹，要不然温氏集团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温氏集团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你是哪根葱啊？啊？真是活久见了啊！什么样的黄毛丫头都敢出来说两句？啊！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！吴慧安，你知道她是谁？她就是温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
我本来还想给你们2位留点颜面，到现在你们2个根本就不配。今天还真的是渣男渣女齐聚一堂啊！抱歉，你的未婚夫奎安跟你的闺蜜刘娇娇早就已经私通了4年，他们2个玩的花样，你做梦都想不到。你们居然……哎，还没完呢，奎安，你的未婚妻王倩跟你的下属刘强多次苟合，行下流之事，我估计啊，她早就得了一身不干净的病。我劝你们4位啊，还是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。你居然敢背叛我！你个贱人！你！王飞仙，这也太深了。婚礼现场变成了扇巴掌大会，今天呀，我们可是不白来。我吴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，我们家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儿媳妇呀？哎呦，我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！我怎么摊上这样的女婿啊？把我们家的嫁妆还回来！我说2位大妈，能不能别再假模假式了？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今天还真的是找见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呀？听不懂？那我今天就大开杀戒，把你们搞乱关系、玷污爱情的罪行公之于众。你，还有你身上的项链能藏点不？放在一起是不是能拼到一块儿去了？偷情就要有偷情的样子，再瞅瞅你们2个的情侣手镯，都晃到我眼睛了。这么光明正大的吗？看你们的定情信物，估计有些年头了。在座的都是老相识。你他妈的！我给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！背叛我？是不是我儿子？说！你老东西，竟敢在外面养小三！你这个贱人，就知道王倩不是我亲生的！你贱人！背叛我！我要杀死你！难道你是我哥？那你是我老婆，是我妹妹啊！这哪是结婚啊？这妥妥的不就是上演了一场雷雨吗？这剧情可比短剧狗血多了呀！你还别说，这现实啊，往往比影视剧更魔幻。完了，一不留神又让他跑了。别跑远，快追啊！张伟，给我站住！别追了，我谁都不选。